大家好，我是 Klaus。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当时在中国国内能看到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基辅48小时内已沦陷，乌克兰已经投降，泽伦斯基已经被逮捕这样的消息。不少海外用户向国内传递真实的战况。微博为了区分这些境外势力，在所有的俄罗斯、乌克兰的话题帖子中显示用户的 IP 属地。上海封城之后，不少上海人缺少物资，在网上发帖求助。为了不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不少人主动在帖子上面加上俄罗斯、乌克兰的话题标签，来证明自己真的是在上海。近日，微博宣布，这一措施将会全面扩展到所有的帖子和留言。中国其他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抖音、快手、头条、知乎等，也纷纷跟进，相继开始强制显示用户名属地，境内用户显示省份，境外用户显示国家。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防堵境外网军，打击境外势力。但是此举一出，境外势力还没抓到，却先揪出了一大批爱国大 V。著名爱国影视明星吴京在泰国，曾经带领小粉红翻墙出征的第八竟然在台湾，和祖国一刻都不能分离的魔都女在日本，还有知名媒体人连岳曾经表示去日本、去美国移民的早晚都会死。但是他的 IP 却暴露他就在日本。他一开始回应说去日本旅游不行吗？但是日本在疫情后一直没有开放旅游。他又说全家拿的是医疗签证到日本看病，估计是他早已割够了爱国的韭菜，移民日本，现在在日本享受着免费的医疗。反美式工作，赴美式生活，这样的事情一直以来屡见不鲜。但是这次中国强行显示 IP 属地，可以说是让爱国大 V 集体翻了车。不止如此，还让很多声称在国外不惜深入虎穴，报道国外水深火热的大量网红无所遁形。微博10大影响力的海外大 V 英国那些事，其实是在广东。有100万粉丝的大 V 微美国，其实是在山东。分享台湾时事的大 V 在江苏，分享乌克兰前线战报的大 V 在河南。还有董小姐在英国，军哥在日本，文龙在俄罗斯，太郎在挪威，丽丽妈在法国，小陈在印度，等等等等，一大批网红其实全部都是在国内。不少大 V 暴露之后纷纷清空内容或者改名，比如之前的小雪梨在日本改名为充满元气的小雪梨，天哥在美国管老外改名为天哥的人生算法。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所谓的外国友人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设的官方账号也被踢爆是在国内。比如比尔盖茨在河南，梅西在上海，用外国人来加持，以显示中国网络的多元化，衬托中国媒体的开放和言论自由。看来只不过都是大内宣自己在运作的。爱国大 V 在境外，而境外势力在境内。不管怎么样，这都是爱国大 V 的财富密码。中国这次可以说是搬起了石头砸了自家人的脚。这件事情引起了我再聊一下我一直想聊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国人崇洋媚外的问题。当然了，我说的这个崇洋媚外，不是中国人喜欢比别人扣帽子的崇洋媚外。在中国，如果你指出中国不好的地方，或者是认为外国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我说的这个是中国人本身的崇洋媚外。微博马上谈表示，装洋人找老外就能在中国涨粉，这是我们该反思的地方。确实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位面向中国观众的美食博主，即便是你做同一道菜，完全相同的内容，但是你在美国做就会比在中国做看的人多。别看中国人平时在网上各种骂老外，今天给这个国家指明方向，明天让那个国家抄作业，个个都是以死气指的教师爷。但是在现实中遇到了老外，都是客客气气的上去舔。可是照理说，中国强大了， GDP 全球第2，科技强国，军事大国，各种厉害了我的国，整天战狼外交，小粉红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为什么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那么崇洋媚外？我认为这和中国的教育有关。中国为了增强中国人的凝聚力，转移内部矛盾，枪口一致对外，在中国进行的历史教育其实很简单，就是2个部分。洋人没来之前称为古代史，洋人来了之后称为近代史。洋人没来之前呢，中华文明灿烂了几千年，都是好事。洋人来了之后，割地赔款，百年屈辱史，
没一件好事。在中国学到的历史教育就是这么简单，中华文明一直灿烂灿烂灿烂，然后洋人一来，突然我们就落后了，也不知道是怎么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反正就是突然落后了，落后了就要挨打。这种屈辱教育当然可以激发凝聚力，转移内部矛盾，但是也会导致中国人骨子里的不自信。试想一下，如果从小你爸就告诉你，隔壁村的人祖祖辈辈欺负你们，隔壁村的爷爷欺负你爷爷，隔壁村的叔叔欺负你爸爸，以此来每天激励你奋发图强。在这种仇恨教育之下，你自然就会对隔壁村发生不好的事情幸灾乐祸，拍手叫好，甚至是发生了好事也嗤之以鼻，甚至刻意丑化。但是这些贬低对方、抹黑对手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自信，只是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时候洋洋得意、沾沾自喜。但是从小你爸就告诉你，隔壁村祖祖辈辈的打你们，等你哪天真的遇到隔壁村人的时候，你怎么能真的挺直腰杆自信的起来呢？所以平时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背后是爷爷，当面变孙子。在长期的仇恨教育之下，再加上没有真正的实力，那么人就会倾向于用口嗨的方式来发泄仇恨，获得心理的满足。而越是口嗨，人反而越不自信。反之亦然，真正有实力的强者不需要抹黑和丑化对手来获取自信。有人说历史是个沉重的包袱，那么屈辱的历史更是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希望每个中国人都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期节目我们总结了上海疫情发生的各种荒诞事件。网友 Don't Lie Flat Fight for Donald Trump 说，墙外防疫只有结束没有胜利，墙内防疫只有胜利没有结束。总结，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网友大山园说，刚才这边有几个大白撵走了一个阳性患者，举止异常粗暴，那个人只是病人不是犯人，但是就因为确诊了就被撵走了。我们那个街坊的人都在排队，人非常多，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在我们身边撵走，实在吓人。网友兼爱非攻说，只要还有一碗饭，不给党国来添乱，只要还有一把菜，感恩领导满满爱，只要还有一口水，快乐躺平尽情睡，只要还有一口气，坚持在家守阵地。任何事情的背后都一定会有一个很暖心的故事在。中国真的是太厉害了，社会面清零，动态清零，暖心清零，掩耳盗铃。祖国又赢了，普通百姓感染病毒也好，不幸离世也好，在中共那里连数字都算不上。把小事舞成大事，再集中力量办大事，把大事办成丧事，再把丧事办成喜事。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